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56讲：澳大利亚有遗产税吗？大家好，澳洲有遗产税吗？像美国、德国、日本一些国家都会有遗产税，但澳大利亚有遗产税吗？在1992年，澳大利亚是有遗产税的，而且这个税是州制的一种税，而不是联邦制的税。但是在1992年以后，每一个州就废除了这个遗产税，所以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是没有遗产税的。但是没有遗产税并不代表作为一个继承人你没有任何税务的问题需要去考虑，所以我想用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时候你是会有税务这方面需要去考虑的。当然，如果你继承的财产是现金，那你就没有任何的税务的问题去考虑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不是现金，你可能继承的这个资产是股票或者是投资物业，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就有税务的问题需要去考虑了。如果你不卖这些股票或者投资物业，你不需要考虑税务，但是你卖的时候就需要了。这个税不叫做遗产税，这个叫做资本增值税。但你在继承这些资产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花1分钱的但是你过世的这个人，他其实花了钱去买这些股票或者投资房的。那你在继承这些资产的时候，其实也是继承了他过世人他买这些物业或者股票的成本那也就是你可以用这些成本来计算你的资本增值，就是你卖掉的价格减去过世人当时花的钱的成本，那得出你的资本增值，然后算出你的资本增值税但你永远不卖，你也永远不用去担心你需要交这个资本增值税了。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些物业我们就不需要考虑需要交这个税呢？有2种情况是可以的第一种情况是过世人如果是在1985年9月20日之前买的这些股票或者是物业，那你在2年之内把这些物业或者股票在过世人过世以后的2年之内把这些资产卖掉，你是没有任何的资本增值税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物业是过世人的自住物业，而且一直这个过世人就在这个物业里面居住那当他过世以后，你继承了这个物业，你把这个物业在2年之内把它卖掉，你也没有任何资本增值税的需要去考虑。那这个还是这个2年的免税政策，政府给的还是很不错的那有些人也会问，那如果我在2年之后把这个物业卖掉，那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有税务了。那这个怎么去计算这个税务呢？我今天大概也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这个物业继承的这个物业是在1985年9月20日之前买的，那你的这个成本不是你的之前过世人在1985年9月20日之前买的成本，而是在他过世的时候的市场价值会作为一个继承人的一个成本当你把这个物业卖掉以后，那就用你卖的价值减去当时过世人的这个物业的市场价值，那这一部分就是你的增值。当然了，如果这段时间是没有增值，那继承人也没有任何的资本增值税的负担。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的物业的话不是在1985年9月20日之前购买的，是在之后，但是这个过世人是一直在这个物业里面居住的，那我怎么去计算那这种计算方法的话，我们要分2部分去看这个问题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要看这个物业的成本。怎么去看这个成本？就是当时过世人购买这个自住房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们要计算出来。
第二个就是你卖掉这个物业的这个价值是多少。好，这两个的差额就是算出你的增值的这部分。那有些人说，哇，那这不是很高吗？所以我们要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要看整个这个物业持有的这个时间，就是从这个过世人他买的这个物业的时间到这个物业卖掉的这个时间。打个比方，好，我们说整个是1万天，好，但再计算的话，这个物业在过世人居住了多久？打个比方，我们说是9000天，好，然后呢，再看一下，就是这个继承人继承了这个物业以后到卖掉的时间是多少？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是1000天，也就是这么计算出来以后，90%的这个价值增值的这一部分是免税的，10%的这一部分继承完了以后呢，它是需要交税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像澳大利亚的这种税法的制度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因为至少的话，你在继承这些资产的时候，你不是马上需要去交税如果你继承了以后马上去交税，如果是固定资产，你可能还要逼着把这个物业给卖掉但是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的话，是你把这个物业或者你的资产变现了以后，至少你是身上是有现金的可以去交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些税务我觉得从这一方面，澳大利亚的这个税务，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关于如果你继承了任何的资产，然后你应该考虑哪一方面的税务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也对这期的节目会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二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